这个月工资还没有发。晚上我们领导在群里面说，这个月的工资可能要拖到下个月发。你们现在不仅降薪，还要拖延发工资。我有个同事现在在三亚旅游，他说，不会等他回来公司都没了吧？太可怕了，就业环境太糟糕了。今天我来萍乡找我阿姨，我阿姨她是开幼儿园的，她开的幼儿园来了一个00年的小姑娘，是去年毕业的，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就先在幼儿园里面当幼师。我还夸她，我说你挺好的，就不挑剔，就是有工作先干。现在就业环境真的很难，身边那些能毕业就找到工作的，真的是家里有关系，没有关系的基本上就是很难有一份体面又稳定的工作。昨天接到我们公司的通知，马上要开始降薪裁员。我知道这个是个大趋势，但是没想到发生的这么快。昨天员工情绪都非常激动，领导的回复给我的感觉就是没回复。怎么说呢？你只能先去接受，因为现在大环境不好，你只能先做着。变相的降薪裁员，这不是逼着员工去做摆烂吗？南京目前真实的现状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很多大公司呢都在降薪裁员，小公司都在亏损或者资不抵债，很多工厂其实都在硬撑着，店面租不出去，房子也卖不动了，上班族每个月都在拆东墙补西墙，为了不逾期，每个月都把卡片刷爆了，发完工资稍微用一点，可能贷款就还不上了。现在也不是说大家不愿意消费了，就是口袋里没有钱去消费了。现在的年轻人别说存款了，没有负债就已经很好了，就连贷款行业都是很难做了。你说说，明明捂住嘴巴的行情已经过去了，为什么反而越来越难了呢？你知道现在的深圳有多少人失业了吗？没有找工作的那些待业的人都去哪里了？实话告诉你们哈，现在深圳一个现状说出来你们可能不太相信。2025年的第一个季度，深圳的简历投递同比暴增了87%，那么新增登记失业的人员是大幅度的在增长。这是深圳，这是一线城市，因为在深圳你可以出去转一转，有大量的店铺在转让，写字楼空置，小的公司在陆续倒闭，大公司也在降薪裁员。如果留下你一个人，你可能要承担2-3个人的工作。你如果想辞职吧，你上有老下有小，你没有什么退路可言，你只能把自己活成一个盲目的工具人。你们知道现在深圳最饱和的是什么吗？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因为这些下岗的人员都会去选择这些低门槛的工作来做一个过渡。但是现在这些行业已经非常的饱和，竞争来讲也是非常的激烈。因为在深圳这样的高消费城市来讲，你普通的工资也只能够维持你家庭的温饱，你不用说孩子需要什么补习、兴趣班、衣服、买玩具这些费用等等都不需要了。我觉得呢，如今在这个时代里面，不是说我们不努力，努力没有用，因为各行各业太卷了，钱太难赚了。但是呢，我觉得越是在这个时候呢，大家不能够坐以待毙。我分享一个我觉得现在风口很大的一个行业，那么叫做大健康养生。因为其他行业都需要大量的经验和资金的投入，而且呢风险很大，很难适合我们普通人。但是呢，普通人呢，现在在大健康养生，第一个是国家倡导的长期有价值的一个行业。虽然现在入门槛很低，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学习一些养生知识。第一个，我们对健康没有坏处；第二个呢，我们还可以为自己增加一份额外的收入，一些保障。契合的去谈一下这个工资的事儿，就是很多的朋友在单位里在单位里有没有就感觉干了很多年，莫名其妙的就要给你降工资。今天呢，把降工资这个事跟大家拆开，大家认真听一下啊，应该是对大家每个人都有帮助啊，尤其是咱们这个中年人啊，大家认真听啊。就是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很多的人工资降了，然后呢，你还去找老板，说了这个很多的这些话啊，干了这么多年，诉一诉苦，说一说自己的这个付出，为什么降这个工资？但是我告诉你啊，这个降工资的根源雷打不动的根源，就是想让你走。大家能明白吗？虽然有很多的条条框框去保护你，但是他降工资就是想让你走为什么一点一点的降？你怎么说都没有用，他还拿别人去给你做比喻谁谁谁付出的比你多，现在也降薪，或者按百分比给你发工资，然后呢考绩效，或者呢把你调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就好比我们现在这个单位就是要把很多的这个员工调在一个很远的地方，自己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去个很远的地方？他目的不是还是让你走吗？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公司不行了。我告诉大家啊，不管现在是任何的企业，它只要开始走到这个降薪的地步，那么这个企业目前按照这个大环境，它很难恢复到过去，就是过去那种火的时候。那现在它已经开始往下走，就是目前咱们这个经济情况还没有走到最低，我预计是9月中旬，预计是9月中旬。你们看啊，就是45岁再往后，这些人开始陆陆续续降工资、下岗、失业，那这个东西就到底了啊，就彻彻底底到底了。这个话大家去体会一下啊，咱不说这个重点，因为咱们毕竟嘛，只是一个从普通人的角度去分析这个事儿啊。代表我个人建议，就是如果说现在你已经开始面临几次降薪了，我告诉你，你现在目前最好的方法就是离开这里，不然你连尊严都没有。为什么啊？现在有很多的企业已经走到了这种濒临灭绝的这个程度，没有办法了。你无论是用任何的方法在入资，最后的，大家体会一下啊，有没有这种单位、这种企业开始需要让你们员工开始出资了？干了这么多年，对不对？就收入了那么一些钱，然后现在需要你们普通人、普通员工、老员工去支撑一下这个企业。各位啊，听我的，一定不要去融资，不要拿自己口袋养老的钱去融资，这个时候就是一种套路，已经开始没办法支撑了，懂我的意思吧？所以大家心里面一定要有个数啊。企业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不是你们普通人口袋的这点钱可以支撑住的，它要源源不断的往里面注，懂吧？还有啊，第二个板块要跟大家讲清楚，我不知道你们的生活观是什么样的啊。我个人建议啊，这个时候穷一点不一定是坏事。大家体会一下这个话啊，真的啊，这些年过来我就发现了，往往突然有点钱的，最后都折腾完了，现在都焦虑抑郁了。所以我告诉大家啊，现在火起来就是一个技巧，就是一个经验。降低自己的一些东西和一些欲望。那么这个时候干嘛呢？活着，只要你能活着，能撑到一切好的时候，你就是好样的。它总有一天会好，我们得有信心。但是这个时候啊，有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穷一定是保护你的最好的一道防线。如果你但凡有一点点机会，有一点点钱，你现在的这个情况，100%的人啊，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100%你会折腾一下，干个这个干个那个，投个这个投个那个，想赚点钱，最终基本上都是完蛋。基本上都是完蛋。你只要跨行跨业，你就是小白，基本上就完蛋。能懂这个意思吧？所以各位啊，任何的事情，任何的琐碎的事，都是我们人生的经验。那这个时候穷一点不一定是坏事，千万别折腾。能懂我的意思吧？千万别折腾。然后啊，按照我视频的风格啊，还是要跟大家说点什么。现在很多的中老年人，你们现在一定要注意了啊，把你们口袋的钱看好了。一定要看好了，不要相信身边的任何人，也不要相信任何突然在你面前花言巧语，对你特别客气，特别尊重你，让你感觉到有情绪价值这样的人，一定少接触这种人。我们现在就是什么都不要，只相信你自己眼睛看到的，这就是最关键的。穷一点没事，咱们一定要保持心理健康我告诉你，再给你预计一下，等到年底到明年年初，大家可以看，尤其今年过年，到26年过年，你可以看，很多的人啊，活得很难受的。所以啊，心理问题啊，一定是第一位，跟任何的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少点朋友，多点独处。哎呦，刚看新闻，中建3局才来30%，中建8局3个月才发1次工资，这不可能！我很多同学在里面，不是铁饭碗吗？现在建筑行业还值不值得去呢？我跟你讲讲1、2、3、4、5、6、7、8局现在都分别发生了什么。来，中建1局哈，搞了一个人才沉淀池，就是把你沉淀到他的备用人才库啊，变相的给你降半薪啊，平薪保值啊。对，来中建2局在干嘛呢？搞末位淘汰，把你全部转成劳动外包。想裁员你的时候就不用给你赔偿了。好算盘。来，之前的中建3局哈，现在裁员30%，你剩下那一部分，要么待业待岗，要么就是把你派到海外。你如果不愿意去，你就直接走，连遣散费都可以不给你。中建4局呢，现在在岗位合并，如果合并之后这个岗位你不想干，你也不想去，那你就没有收入了。来，中建5局在干嘛呢？合同到期不续签，你想续签只能去海外，去不去嘛？非洲、墨西哥，回来妈都不认得。那6局应该还行吧？6局现在在做部门大合并啊，几个部门合成一个，不是说他要提高效率，就是搞个绩效考核，直接让你带岗，你不行就直接让你走。7局呢？项目结束就不续签了。就这个项目如果周期长，能够拉领个2、3年，如果这个项目下个月结束了，你下个月直接走人。那8局发8局在低薪上岗，把你的薪资降到之前的30%，你爱干不干，不干直接给你转外包，外包裁员都不用给你赔偿。所以你说
10年前建筑行业是香饽饽，那个时候你们这些学土木的、学建筑的，一就业就是高薪，对，机会多得很。现在建筑行业真的没那么香，项目少了，连国企的工作都保不住了，你还挤到这个里面去？其实建筑行业完全可以转行去到新能源呐、低碳经济啊、出海呀、等等这些领域，机会很多啊，人挪活，树挪死。所以看看外面的机会吧，不要再傻不拉几的。觉得进央国企就万事大吉了，很多人对进央国企有一种执念，觉得一旦进去了就能够稳稳当当过一辈子。可能是因为这2年大厂裁员吧，新闻太多了，搞得大家心里都没有底。但说实话，私企裁员在我看来都是小儿科，真正厉害的是那些表面风平浪静的国企裁员。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之前有个朋友嘛，直播时候还跟我连线聊过，他就是在某国企上班的，具体名字我就不提了，老粉丝可能知道。当时公司就以效益不好为由，要求他主动离职，他当然不同意了。结果公司就把他调到异地驻场，每个月换一个城市，绩效全扣了，只发基本工资。公司还让他频繁的去汇报工作，处处给他使绊子。大家应该都懂这种操作，最后他实在扛不住了，只能自己辞职了。说句不好听的话，私企裁员至少还给你一个痛快 ，N+1 的赔偿金通常都能争取得到。如果不给，你还可以申请劳动仲裁。但国企呢，他不会直接告诉你你被裁了，而是有1万种方法让你主动离开。比如 PUA、穿小鞋，这都是常规操作。调岗让你去做完全陌生的领域，薪资只发基本工资，每个月到手的钱可能连房贷都还不起。最后呢，还可能给你来一个正式转外包，一套组合拳下来，没有几个人能扛得住。更可怕的是，国企裁员往往是伴随着温水煮青蛙式的心理折磨。你明明知道自己被针对了，却还要强颜欢笑，装作若无其事，因为你不敢辞职啊，害怕失去这看似很稳定的工作，同时也清楚自己这些年用着过时的技术，只学会了扯皮和甩锅，出去可能连工作都找不到。当然，我写这些不是为了制造焦虑，而是想给大家提个醒，别以为进了国企就能够高枕无忧了。现在的国企早已经不是过去的铁饭碗了，他们同样面临着市场竞争的压力，说白了就是要自己养活自己。效益不好时，裁员、调岗、降薪都是可能发生的事情。90年代下岗潮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也不想去说什么提升自己的鸡汤了，只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是真的进去了，也别想着躺平。有条件的话，一定要去做一个副业，让自己的收入多元化，这才是应对当下不确定性最好的办法。毕竟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靠自己才是最靠谱的。共勉。今年是我做人工智能的第5年了吧，经常都是加不完的班，吃不完的外卖。今天呢，是我在公司的第1753天，本来早上兴致勃勃的跑去老板的办公室，想去谈一下接下来升职加薪的事情，但是老板突然跟我说，让我把手里的项目交给我的徒弟，并且把整个团队的一个管理权呢一起交给他，我的薪水直接降到了3000块钱。其实说白了，就是变相的把我给架空了呗。所以人到中年，刚刚过了35岁，孩子才1岁多，就要面临没有收入的日子，每个月固定的开支，像房贷、车贷、水电、燃气、吃喝拉撒，反正人活着的每一天真的都是成本。所以人到中年，身不由己，上有老下有小，真的讲，突然这样，我真的压力很大。我现在这个公司呢，主要是负责 AI 这个项目，而且现在确实年龄大了，熬不了夜，跟年轻人不一样，熬不起夜了。而且说一句实话吧，我这个徒弟在这个项目上确实很有天赋，所以现实就是我被裁员了嘛。但是我也想了很久很久，我觉得我不能一直这样消沉下去，生活还是要继续，还是要更加积极的努力的去面对我的生活吧。所以我觉得我做的这个 AI 呢，还是我目前最擅长的一个板块，而且我觉得不如就趁现在吧，放手一搏去试一试。所以我会用这个账号持续的记录我从0到1的一个过程，然后呢跟大家分享各种 AI 的玩法，包括工具。好了，如果说你也跟我一样面临困难，不要放弃，我们一起走过去，加油。就这个人，985本硕，曾经6年的大厂程序员，又被裁了。周4团建，周5被裁，当天下午就收拾行李让我滚蛋了。就公司抛弃你的时候，不会给你打任何招呼的。而我呢，也好像活成了别人眼中的笑话了。第2次被裁了啊，我是真的有点迷茫了。就这职场真的是不给35岁以上中年男人的机会啊！你学历不是高吗？对吧？不还有大厂背景吗？没毛用。年龄是原罪，效益不行是借口。以新人替代老人是事实。00后
是来了第3天给我裁了的，赔偿了 N+30，因为还有1个月就满1年了嘛，所以这个时候下手干掉我公司的损失是最低的。谁能玩过 HR 这帮人精啊？赔偿了1个月工资，加上30天找工作时间。HR 跟我说公司没有 N+1的说法，这30天我每天都要来公司打卡，但是 HR 明确告诉我，要求我别来公司，怕影响其他员工。问题是我不去公司，我去哪儿啊？就是单纯论打卡，来回4趟得接近5个小时。我感觉公司从来不在乎这些员工的感受啊，也不在乎他们的方便，特别是对我这种要被裁的员工就更不会了。就连中途沟通裁员赔偿的时候，也跟 HR 各种冲突。这个后续再跟你们说吧，该录的音我也都录了，就挺无语的，也挺无耻的。我现在就是把所有假都休了，回东北老家了，没别的想法了啊，就只想看看我的孩子，抱抱他。至于未来，走一步算一步吧，不去想了。裁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国有企业裁员。你们都不知道，35岁被国企裁员的人都是什么下场。因为所有进国有企业的人，他都会天然的认为自己可以安稳的干到退休，他根本想不到国有企业居然他也会破产，也会裁员。所以当灾难降临的时候呢，他们总是没有任何的准备，所以就是死得最惨的人。我周边呢就有一个985的硕士，今年36岁了，居然就被国有企业裁员了。他投了几十家公司，一个机会都没有拿到。他其实就职于一个2线城市的地方国企，本来呢其实工资也不高，也没什么福利。他从事的主要行业呢就是办公设备，这个行业呢其实核心技术一直都掌握在美国和日本的企业手里，这就导致这家国有企业呢它其实竞争力很弱，产品的终端价格呢又很低，所以公司也赚不到钱。到2023年的时候，这家国有企业已经实行了2次裁员，2024年的时候开始全员降薪，而且可以按照最低的工资标准来发放，所以你坚持不下来的人呢你就都走了。这同学呢他也不得不走，结果却发现这个时候他再离开这家国有企业，他出去之后根本找不到任何的去处。所以我总结一下他的经验教训呢，可能能给我们大家有几个启示供大家参考。第一呢，就是他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他没有选对一个行业，也没有选对一家公司，他以为自己进了一家国有企业就非常安稳了，就可以干到退休了。可是他国有企业，它本质上它也是企业，只要是企业它都是自受自支的，它都要给自己赚钱，给自己发工资。所以这个国有企业它的行业很差，它处在一种夕阳行业，没有多少发展了，并且就是这种夕阳行业里面呢，这个公司它也没有竞争力，没有任何核心的实力。另外这个行业又很小，岗位又很少，它又待在一个2线城市，所以他离开这家国有企业之后，他没有地方可去呀。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他没有趁早把握机会，及时的去跳槽。他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呢，其实是有机会去本地的一个军工研究所，也还可以有机会去中海油在本地一家分公司啊。但当时呢，他就嫌太麻烦了，所以他不愿意换工作，觉得国有企业工作呢，在哪都差不多干，在哪都一样。这个呢，其实真的就体现出来他特别的没有见识，他不知道，其实在大多数地方呢，央企的收入呢，通常是比地方国有企业是更高的，有更高的企业年金、更高的公积金以及更高的年终奖，所以收入还有稳定性呢，其实都是比地方国企更好的。他第三个巨大的错误就是他的消息太闭塞了，他没有经常的去了解外部的信息，他都不知道央企其实也是有社会招聘的，所以呢，他没有在35岁之前呢把握住最后的机会，然后呢，尽快通过社会招聘呢进入央企里面去。所以当他被本地国有企业裁员之后呢，他后来又想去进原来他去的那个军工研究所，可是因为此时他的年龄已经超过35岁了，直接被人家拒绝，他自己非常后悔，但是没有办法呀，所以他就应该在35岁之前把握住这个时机，及时跳槽到那家军工研究所，这就可以保证他一直干下来啊。所以呢，不论去哪里工作，选择其实都非常的重要。